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未来改变过去的方法。没有错，就是我们要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让你后悔的那些事。我们有一些见多识广的朋友，他可能知道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叫双缝干涉实验。实验人员他把一束光打过2条缝，然后让它呈现在一个荧幕上。那么如果光它是一种粒子呢，那么打在荧幕上的应该就是非常整齐的2条光斑。那么如果光是波呢，它打在那个荧幕上就会呈现一个类似于水波一样的干涉条纹。所以当时的科学家呢，为了搞清楚光它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呢，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一开始呢，光的确是像水波一样打在那个荧幕上的时候出现了干涉条纹。那么科学家就非常高兴了觉得我们证实了这个光它的确是一种波。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当我们架设摄像机观察这个光它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2条缝隙的时候，光却非常诡异的在荧幕上变成了2条整齐的光斑。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观察的时候，光它好像就变成了粒子；而当没有人观察的时候，光它就变成了波。所以这一个发现是打破了我们这个物理界几百年以来的这个经典物理的法则。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典物理学之中，这个物理法则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有没有人观察而改变的。但是在量子世界当中呢，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光确实会根据是否有人在观察而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这科学家只能说它是有波粒二象性，就它既有波的特性，又有粒子的特性，而它表现出哪一种特性取决于你的观察。而这又和改变过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个科学家完成了双缝干涉实验以后，因为这个实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后续又有很多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的改进实验、衍生实验。在其中的一个实验里，科学家就非常惊恐地发现，光它似乎具有改变自己过去的能力。简而言之呢，就是科学家通过一系列的半透镜的巧妙的设置，让光通过这个缝隙以后，再随机的进入被观察或者没有被观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光在通过这个缝隙之前呢，它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观察。所以按照我们的人类的常理来说，这个光它应该是一定以要么就是以波的形态，要么就是以粒子的形态通过这个缝隙吧。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科学家们发现，即使光在已经通过了这个缝隙以后才被观察，它依然是以粒子的形式通过了这个缝隙。就是说它打在幕布上是2条整齐的光斑。而当光在通过这个缝隙以后才发现它没有被观察的时候呢，它依然是以波的干涉条纹打在了这个幕布上。也就是未来的光似乎可以以某种形式告诉过去的光，我到底通过了这个缝隙以后有没有被观察，然后让过去的光再来决定以什么样的形态通过这2条缝隙。然而其实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改进实验，它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也就是它只存在于科学家的这个设想之中。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现实中，当科学家在完成刚才这个思想实验的时候呢，通过缝隙以后没有被观察的这个光其实它被分成了2组。当我们在观察任何其中一组的光子打在荧幕上的这个光斑的时候，它都会呈现出波的样式。然而呢，当我们把这2组光斑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居然变得和通过缝隙以后被观察的光，也就是呈现出粒子状态的光在幕布上呈现的光斑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这个实验的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光它从始至终并没有改变过，并没有什么未来的光穿越时间回到过去，告诉了过去的光我到底有没有被观察，然后让过去的光决定以什么样的形态通过这2条缝隙，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什么呢？光从始至终它都是以一种波粒二象性的形式通过了这2条缝隙。也就是它既以粒子的形式通过了这2条缝，它又以波的形式通过了这2条缝。
它是处于一个叠加态。而我们人为什么会看出它打在这个荧幕上的这个光斑是不同的呢？仅仅是因为我们获取信息的角度不同。当我们获取了一半的信息以后呢，我们发现它好像是呈现一种波的状态，而当我们获取了全部的信息以后呢，它又呈现了一种粒子的状态。光它自始至终没有变，变的只是我们观察它通过这个缝隙这件事的角度而已。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改变过去的方法的理论基础。其实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已经发生过，所以它每一个细节是自始至终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动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人任何的事情其实它本身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只有我们所经历的那件事情，只有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件事情，或者说只有那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的影响，才是对我们来说真实存在的那一件事情。通俗来讲，就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对我们而言的影响，也是包括在这个事件的一个部分里面。所以说，我们只要改变了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那不就是改变了过去所发生的这件事吗？对吧？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看了，这就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古时候的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我们在《淮南子》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的典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就是这个塞上一个养马的老翁呢，他有一天丢了一匹马，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坏事，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也是一个坏的。而过了几个月呢，这匹马却带着胡人的骏马一起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塞翁他又白白的得了一些新的马，那还是非常好的马。所以说他丢马的这件事在此刻就变成了对他而言是一件好事，对吧？对他的影响是好的。这整个一件丢马的事情，它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包含了这个马回来的，带了新的马一起回来的这一个部分，这不是独立的两件事，这就变成了一件事。然而后来呢，他的这个儿子因为喜欢骑马，所以就骑到了这个带回来的马上面，然后摔到地上，腿摔断了。好了，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又变成了什么呢？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个事件又增加了新的成分，对吧？就是他的儿子的腿摔断了。而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胡人入侵了以后，那么就要征兵了。他的儿子呢，却因为这个腿有残疾，躲过了一劫，躲过了征兵。那也许就是别人可能已经就是10个里面有8、9个都战死了，就他儿子没有任何的危险。这个事情你看又变成了一件好事。但是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你站在后人的角度，你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这件事它自始至终变过吗？从来没有变过。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件完整的事情。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塞翁而言呢，这个事情就来来回回变了好多次，由好事变坏事，由坏事变好事。那对他而言丢失马匹这件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就是被改变了吗？对吧？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量子世界的规律以后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这个的确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未来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它的的确确改变了这件事情的性质。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过去的遗憾、过去的坏事转变成好事呢？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有把过去的好事，你想把它转变成坏事的想法吧，对吧？只有我们想把过去的坏事转变成好事。那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行善修行。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坏事，所有的挫折，所有的磨难，当你消极的看待它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在量子这个双缝干涉实验，光的双缝干涉这个变种实验里面，以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它的时候我们以消极的视角看待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件单纯的坏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当我们修行，调整了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了我们所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坏事我们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吸取经验，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甚至呢，当我们行善积德以后，过去貌似好像是一件这个坏事，就像这个塞翁他丢了马以后，说不定在将来他就会给我们带来真真实实的好处。
那这件事当然也说不定啊，对吧？